33岁的太郎和奶奶名字一起打理这家古老的零食店，他觉得这店迟早得关门。1月营业额大概也就4万元，减去各种费用，纯利润微不足道。但无论如何，太郎还是觉得这零食店不是无意义的。随着社会的变迁，新一代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品种繁多的便利店。为了保持小店的生计，太郎深夜出门去打工，直到清晨阳光出露方才收工。但这样的日子他并不觉得孤单，因为白天零食店的庭院常聚集几个和他一样的老宅男。三只立志成编剧，学识常被欺的金田学弟和邻家澡堂老板岛田，三人身上都透着些废柴味，都穿着人字拖，在院子里悠哉的晒太阳吃零食，时不时的发呆谈些无趣的话题。奶奶名字也常劝他索性关闭店面，他明白太郎继承店铺多半是为了他，因此不愿他总被这小地方束缚。实际上除了和唯一亲人相伴外，坚持这家小店对太郎而言就像自射的囚笼。5岁失去父亲，8岁失去母亲，那段悲伤的童年让他害怕再次失去，总是把自己困在虚无的过去，以此抗拒时间流逝。他从小就对闹钟的滴答声感到恐惧，那声音仿佛冷漠的提示时间正在悄然溜走。这种感觉真吓人，不由得让他想到生死的问题。爸妈已经离开，总有一天爷爷奶奶也会走，连自己也一样。这都是因为害怕时间的流逝，或者是珍惜并坚持过去。长大的太郎患上了电子钟，拒绝去面对时间击败生命的必然性，就像他紧握的零食一样，不断提醒自己不想成长。时间悠哉悠哉，慢慢溶解在腌黄瓜中。然而这一天，一位女性的出现打破了太郎的平静。这位女性名叫梨子，她是太郎的前同学和初恋，因为和出轨的丈夫离婚，便带着5岁的儿子春马回到老家。但因为面子，梨子没回娘家，只好带着孩子租住公寓，每天得先送孩子到托儿所，然后去餐馆洗盘子，这让她疲惫至极。可每每看到儿子的照片，看来终将一切归于过去。再次见到太郎那天，他已整理好了心绪，推开木门一看，眼前却是4个未成熟的宅男。太郎第一个认出了他，三只也终于想起来了。俩人毫无顾忌地说梨子老了许多，却没发现自己蓄满胡子的脸，还跟梨子念起儿时的咒语。看着两人那副没长大的傻样，梨子吓得直接跑了。真是吓人。再次遇见太郎时，梨子感觉好多了，至少能正常交流。他买了些零食，跟着太郎到了后院。阳光正好，久别重逢让他有些害羞，但看到太郎那轻松的样子，他也逐渐放松了警惕。梨子很羡慕这样的太郎，却又心里抗拒这样的太郎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里放不下这种游手好闲。这样的想法一直到第3次见面前，因为太郎的奶奶想撮合他们，便说了很多太郎的往事和优点。他感动得泪声嘶哑，对太郎说他是个好人，又温柔又懂事。就这样，他被太郎的孝顺和坚守感动了，一见钟情。但太郎这事儿挺烦的，首先他不确定能否养得起梨子，再者奶奶肯定会挑三拣四，他还有不少问题，比如每周必去红灯区1次，半数以上的夜班收入都花在那儿了。正当他们犹豫是否告诉梨子时，梨子带着孩子来访了，这已是他们第4次见面。尽管太郎并没有拒绝，他其实慌了。第5次见面时，梨子在天桥上等了很久，可能真的很长时间，所以他直截了当的显得生气。太郎静静地听着梨子的抱怨，直到他不再生气。太郎其实是去包装了自己的数码闹钟，准备送给春马。他希望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不要重复他的过错。梨子不太明白，但不明白有时候更好。这种生活有意义吗？整天只是闲坐在院子里，边吃零食边晒太阳，谈些没头没尾的事。太郎觉得肯定有其意义，但要他说出来又说不明白。这时候，三只一边跑一边喊着，慌张地带来了重磅消息。他昨晚被车撞了，肇事的竟是老同学武藏。武藏现在是公司老板，年入过亿，大家都很吃惊，太郎也一样，但他假装若无其事，轻描淡写的说不过1个亿而已。这话惹怒了三只，追问太郎守着1个月收入不到4万的破店，不觉得委屈吗？不愿意努力，还说他是个无用之人。太郎故意这样说，原来比担心朋友更在意自己无能。对此，三只气消了。更关键的是，武藏说下次要来玩，他们觉得他肯定会穿着整洁的西装来，然后带着优越感俯视众人。毕竟学生时代就是这样。夜深了，太郎计算了一下这个月零食店的利润，3万2千日元，比上月略有增长。但想到同学武藏，
这点小增长似乎也无足轻重，这让他夜间兼职感觉异常疲惫。直到第二天下班，李子带着准备好的早餐在天桥等他，太郎勉强挤出了笑容。那个年入过亿的同学武藏也准时出现，院子里的人都做好了准备。太郎还以为武藏会瞧不起他们，但武藏并没有这个想法，反倒像久别重逢的老友和大家打招呼，还热情地拥抱了太郎。大家都觉得奇怪，这样的富翁竟然还爱吃小孩子都不要的零食，还卷起裤腿像个顽皮小子。武藏说这里真不错，就像回到童年一样。大家都夸武藏个人真好，没有轻视他们这些闲人，不是在看守赚不了钱的小店，就是还在依靠父母生活。但武藏反倒羡慕他们，在这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不是每件事都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大家或许都有些无措。要是什么也做不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不如学他们，待在院子里思考，究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在这真有意义，对吧？临走时，这回是太郎主动要了武藏一个拥抱，因为他身上有一股香气。不久，武藏请太郎出去，因为是高档场所，他向奶奶借了已故爷爷的西装。武藏问他为什么留守那个不挣钱的店，太郎马上回答肯定是因为奶奶，他想在奶奶去世前保持这家店，尽管奶奶多次说让他关店，但他认为如果真的关了，奶奶也会难过。武藏得知答案后，坦言自己真的很羡慕太郎，虽然如今他身家上亿，但他已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。人们常说30岁后会反思自己的人生，但武藏却感觉自己一无所有，所以看到小店还在时他特别开心。太郎的奶奶准备了许多零食给武藏，这种情况让他有些尴尬，他还没等太郎说完就主动接受了。对他来说，这些零食非常珍贵，作为答谢，他请太郎和奶奶到他在银座的餐厅用餐，但太郎还想多带2位朋友，尽管他也不太确定他们是否真的重要，因为地点是银座，大家都穿得光鲜亮丽，有一种从乡下到城市的感觉。那一天，他们感到非常幸福。在武藏的高档餐厅中，隔壁桌的客人正吹毛求疵地说这里的牛排不比巴黎的好。太郎一家4口共点了同样的咖喱饭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每人脸上都流露出幸福的笑容。一生能在这样的地方用餐，真是一种疗愈。临走时，他们想拥抱一下，但考虑到场合，最终只用笑容替代。谁知意外接踵而至，不久后，报纸上就登出了武藏偷税被捕的消息，这让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。原来夸赞他前途无限的媒体，现在全都转向攻击武藏，把他描述成一个坏蛋。三只认为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。在夕阳下，太郎说下次见到武藏，要喷好多香水，然后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。离婚后的女性偶然与中学初恋重逢，相较于太郎的迟钝，李子在这件事上显得更主动些。他特地提醒儿子春马明晚要在幼儿园留宿，询问太郎是否有何安排。作为女性，她能暗示的就这么多了，但太郎不知怎地，却带她回家与奶奶共进晚餐。有时男人总是在不应该胆怯的时候胆怯，作为女性的奶奶也感觉到了，不停寻找话题来缓解这尴尬的气氛。院子清晨总能看到这几个没用的男人，单纯的今天说太郎要是不处理他和李子的关系就太差劲了。关于这点，想当编剧的三只对此却有不同见解，因为女性多爱渣男，世上又无一男非渣，所以女性不论爱哪种男人最终都受伤。这种独到的观点让大家都无言以对。放学的小学生还是叫着冲向便利店，常看见的太郎对此已司空见惯，毕竟那些不是他们的回忆。门前的风铃好像坏了，无聊时就打算用木工胶修修看，可能已经很久没嗅到这味道了。这熟悉的气味让他想起了一位小学同学，他名叫若林青美。记忆这么深刻，是因为他经常在课上吃木工胶，因此经常被众人取笑。三只还记得他常常拉裤子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不过对这位女生的记忆，同学李子看法却不同。他记得若林青美笑起来特别温柔，这种印象让大家对她更加好奇了。不知道现在她在忙些什么呢？恰好那天李子和2个同学出去，又聊起了那个女生，其中一个高中时和她是同班同学。详聊后，李子才明白那段回忆并不愉快。若林青美从初中就开始受到嘲笑，高中时被欺负得更厉害，最终她一度尝试自杀，高中没念完就退学了。笑得很温柔，确实如此，真有吃木工胶的事。传说是家教太严导致他有些心理问题，而首先挑起事端的是太郎和三只，但他们却对此完全没印象，忘记了就意味着对所做的毫无感觉，也没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。
意识到错误的太郎和三只默不作声，深陷自责之中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三只偶遇一对怀孕的同龄夫妇，他不禁想象若林清美是否也有这样的生活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太好了。太郎也一样自责，正品尝着奶奶做的美味饭团，他边吃边想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也品尝到如此美味的饭团。次日傍晚，两人仍旧沉浸在这种内疚中，他们相互揣测若林清美的现状。她现在肯定赚了很多钱，肯定过着惬意的生活，肯定会嫁给个高大帅气又温柔的男生，肯定会很幸福。若林清美真让人羡慕，真是太好了。可惜的是，大家心中的若林清美并不存在。真正的若林清美得了白血病，她的丈夫虽然不帅，但对她体贴入微，生了2个儿子，可能看不到他们长大了。不久后，李子传来他去世的消息，两人在夕阳下迟迟不愿回头。李子称自己现在叫中村清美，成了2个孩子的母亲，这或许是对她一生的最佳概括。太郎犹豫着是否应该参加她的葬礼，奶奶名字静静地告诉他，要恭敬地给她烧香，然后再去担忧。葬礼结束后，3个孤独的身影慢慢在河边街道行走。要是他们当初不那么过分，他的人生可能不一样。李子想了想，安慰他们俩，如果生活不同，青梅可能就不会遇到这么体贴的丈夫。后悔是每个人不管哪个年纪都会遇到的。我觉得最好的释放方式，或许是接受自己的过错。若林青美，对不起，我永远记得你。谈恋爱真神奇，让个懒鬼男生开始做便当，让离婚女士做苦活都心情好。每到午餐时分，太郎和李子总会在附近公园共享午餐，单调生活似乎多了点甜头。但今天，太郎想给李子个惊喜，便亲自送便当到他工作的地方，却被坐在门口的女人吓了一跳。出于礼貌，他还是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好久不见。这女人名叫马里，原来是太郎小时候的玩伴，所以看到太郎还记得她感到很高兴。但实际上，太郎把她误认为以前见过的风俗女，心里极其不安，只希望马里别把这事告诉李子。马里含糊地点了点头。刚来的李子凭直觉感到他们之间有问题，尤其是经历前夫出轨才离婚的他，让他对这类事特别敏感。直爽的李子不拐弯抹角，直接问太郎他们是不是有问题。但太郎怎敢说出那种解计的事，对李子的回答也不会深究他前夫的事，过去的就算了。但李子不介意他问，就因为他想探听太郎和马里那回事。见他如此执着，太郎心里想，要是别的事儿就好了。夜里，他跟3个同样是废材的朋友寻求帮助，试着想从他们那儿找到解决办法，结果啥方法也没找到，反倒是产生了些奇怪的理论。跟小姐姐聊天时，总觉得1小时特别快就过去了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时间其实还没完。但是这件事基本上告一段落了，因为那位名叫马里的女士在李子的店辞职了，所以李子决定不再追究了。吃便当的太郎发现里头有米糠腌菜，那正是他最爱的，因此他偷偷请教了名字。抓心先抓胃真的很有用。同时，刚辞职的马里走进零食店，名字立刻就认出了他。记得一个人总是件让人开心的事，就像当初李子刚到那里，不过马里只是路过，名字觉得他一点没变，但马里觉得自己变了很多。可能是名字透露了太郎的消息，离开零食店后就过来了。太郎有点紧张地看着马里，马里直接坐在他旁边，说从小就很喜欢太郎。得知他和李子在一起时，他觉得自己能赢，因为他没有离过婚，也没孩子。最后太郎还是没弄明白马里究竟是谁，是儿时的玩伴，是风俗店的女孩，还是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？这一切都是个谜。岛田喝醉后说，女人的秘密是禁区。是啊，不可触碰。此刻屋里的老少各怀鬼胎，腌制酱菜首要让空气进入，再将其排出。名字正在逐步把自家秘方传给李子，仿佛已做好让他接替太郎的准备。三只把春马叫到一边，毕竟女人的秘密是不可碰的。糖果屋的小零食正悄悄睡觉，只有寥寥几人能见到他们的夜间模样。仔细倾听，这些暗中的小零食仿佛都在平静呼吸，它们永不消逝，也不会因为过时而被淘汰。院子里那些东歪西倒的废品大叔，乍看平凡，但角度一变便是珍贵宝藏。小春马听不懂这到底啥意思，三只想了想，解释说可能就是腌米糠的意思，满含爱意。但爱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就是为了寻找他而活着吗？安静得夜，深秋晚风带着柔和的舒适，时间仿佛也随着大家沉睡。约定了一起做个废材，
好兄弟突然变得偷偷努力。太郎稍带轻视的背后说他堕落了。对于追梦这回事，33岁的太郎还沉溺于童年的梦想。在他眼中，男人的终极梦想只有2个，一个是职业棒球员，另一个是音乐家，其他职业都是不得已的选择。实际上，保持童真的他最擅长的是坚持过去的生活方式。好友三枝的努力奋斗，在他看来是朋友要离自己远去的警讯，但怀揣重拾编剧梦的三枝并不这样认为。他真正想做的是重拾差点被遗忘的梦想，并将自己与太郎的往事搬上大荧幕。他用1周的时间完成了剧本，剧本讲的其实就是他和太郎时的点滴，关于友谊，关于梦想，还有那次他们在河边看到河童的趣事。名字奶奶很荣幸成为第1位读者，虽然他并不太懂剧本创作，却能感觉到这是三枝非写不可的作品，是一部发自内心的好故事。听名字这么平静的夸奖，久违的感动让三枝差点哽咽泪下。实际上，同样是失败者，三枝这次格外用心，因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愿意会见他，看过剧本后还给了不错的评价。有些失落的太郎跑来找梨子，用他小时候扔小石头敲窗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。了解情况的梨子觉得太郎应该去鼓励三枝，尽管他也明白太郎的心情，有30多岁的人总不能一直像小孩子一样。听到这，太郎反问梨子：你不是之前还说喜欢我有孩子般的纯真吗？可以像孩子一样，但又不能一直这样，那到底应该怎样呢？梨子霸道地说：这有2种解释。这回答虽随意，但大人就是这么随意的。太郎明白不能跟女人较真。三枝的电影梦在制片人一杯酒下肚后就破灭了。这不是看不起人，因为这样的剧本难赚钱，而且少年遇见河童的故事太俗了。他努力解释这可能是别人的想象，但他和太郎小时候确实遇到过。你真无趣，本以为喝点酒会让你变得不一样，但结果一样没趣。他失望地把石头扔进河里。河童的传说不经意间和太郎想守旧的心态契合了。简而言之，他们的思考和行为都像小孩子。三枝重复了太郎先前扔小东西的举动，只是他扔的目标是太郎的窗户。深夜，院子里点起了火炉。三枝问太郎小时候有没有见过河童，估计也就太郎能回答他的问题。或许自己真该留在这院子里。俩人以找河童为由一起出去，散步时相互安慰，不知是喝醉了还是幻觉作祟。一个长满胡渣的天使横穿他们中间，走了好远，他俩才反应过来，追上去一再确认，确实是个怪异的大叔。那美妙的歌声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了查个究竟，他们开始合作，决心要抓住那个胡子天使。结果经过一番挣扎，抓是没抓到，两人还各被咬了一口。到这里，情节就开始变得奇怪了。我觉得之所以奇怪，可能是因为现实做不到的事情，最后只能靠幻想。被咬的太郎晚上怎么也睡不着，醒来后发现自己竟有了天使般的歌声。天明时，他急忙去找被一样咬过的三枝。三枝的状况跟他一模一样，虽然很不可思议，但当音乐家的梦想似乎也奇迹般实现了。我被一位长着胡子的天使咬了，从此拥有了天籁般的美声。听起来可能不可信，但这事儿真的是真的。就像这样，太郎拥有了这能力，欣喜若狂。从小他就觉得成为音乐家是男人的梦想，一时间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能成歌星了。但他不想急于显露才华，却又很想炫耀一番。在旁人看来，他们就是2个未成熟的傻瓜。受不了的梨子选择先走了，一到深夜就去找三枝，在没人的楼顶放声歌唱，尽情唱吧。但这样奇妙的事真的存在吗？俩人沉浸其中，自鸣得意，却不知这只是他们的想象，其实是一场白日梦，对梦想的极致向往。可话说回来，现实做不到，幻想也是一种安慰。无法幻想的人只得直面现实。今天和岛哥为了谋生不得不去应聘，岛哥年岁偏大，合适的工作不多，年轻的金田则找工作容易得多。回家时差点被车撞，要不是金田及时拉住他，经常把孩子寄放在娘家的梨子也正受父母的埋怨，还打算给他安排相亲。他对这事很上心，所以来询问太郎的看法。太郎沉迷于幻想，并不在家，梨子感到既烦恼又无奈。到了夜晚，太郎又约他出来了。梨子以为他会向他求婚，不由得开始紧张，但这种感觉只持续到三枝出现之前。事实上，他们是想给梨子展示他们的天使之音。梨子听不懂他们想表达什么，但看到他们认真的样子，他还是选择期待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一旦有旁人加入，
幻想就立刻破灭了。那美妙的音乐声此刻全消失了。李子听不下去，生气的叫停了。你们究竟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是来找麻烦的吗？清醒的两人也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一场噩梦。幸好这是个美梦，还能和最好的朋友们一起，想想还是蛮高兴的。他们依旧是在后院吃着零食，白白浪费时间的无用之人。今天担心倒戈的情况，过来看望他们，却被这两个因梦想破灭而情绪低落的人冷淡相待。今天生气的说帮朋友，不就是小孩都懂的吗？意志低落的三只书气冲冲地回说，他只上过托儿所，没人叫过他这个。听这话，今天失望地走了，不知这一离开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遗憾。金田又去找了面试落榜的倒戈，一直劝他振作起来，但他觉得自己的困境是年轻人难以理解的。他没责怪社会，只是惋惜自己不再被需要。他茫然中没察觉一辆快速的小货车正向他驶来。这一次，今天再次救了他，可惜用的是自己的生命。那天下了场大雨，大家都非常悲伤，太伤心，不想说话。对世界来说，就少了个无关紧要的人。但小零食店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大家都幻想今天还在身边，纷纷表达那些未曾说出的遗憾，递上他未尝的零食。最后，因他而逝的倒戈悲痛无法抑制。阳光明媚如常，可为何感觉如此刺眼？太郎守着那家破旧的零食店，心里清楚迟早得关门。月收入差不多就4万日元，扣掉乱七八糟的花销后，连纯利润都少得可怜。虽然他一直觉得店还有用处，但自从好友金田意外去世，他开始动摇，想要关门大吉。似乎命运感受到了他的念头。正当他这么想时，生活给了他致命一击。他唯一依赖的奶奶突然患上了痴呆，连太郎的名字都忘了。他找梨子说想结婚，梨子并不是不同意，只是这种突兀又不真诚的提法让他不高兴。毕竟她也是女人，太郎当然懂得，但他的性格就是如此。向梨子求婚迟早的事，因为奶奶他想早点提出，有家庭能让老人安心。他们约好晚上再见。回家时，糊涂的奶奶已经等着他。太郎犹豫着想直接回房，可能是记忆的习惯里，奶奶不经意间又叫了他的名字。太郎忍不住颤抖着嘴唇，眼泪红了眼眶。他哭着重复说，请千万别忘了我，不然他都不明白自己为何留在这里，守着这家小店也失去了意义。名字好像怀疑自己得了老年痴呆，向太郎道了个歉。这种事怨不得他吧。两人久别重逢，一起在院子喝啤酒，啤酒真是让人放松。不知上次坐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了。太郎曾经问过奶奶一个问题，他不懂爷爷为啥要开那家零食铺，现在名字把答案告诉他了，原来是为了给太郎创一个乐园。零食总能慰藉人心，这让孤儿太郎不敢孤独。随后，三只和岛哥带着啤酒也来了，因为岛哥即将前往北海道工作，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意味着可能无法再在这里相聚。寂静的夜里，伤感随之增加，但不管怎样，这里充满美好记忆，一回想起就满心欢喜。太郎最终决定关闭零食店，他觉得这个地方不仅属于自己，于是向大家道了歉。岛哥有点伤心，说他真想跳舞，但可惜不懂，这真是太悲哀了。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忍耐和难言之隐，好多事就像唱歌跳舞，渴望表达却难以启齿，但最终还是忍耐了。三只听说太郎要结婚后，感到自己快要失去好哥们，有些迷茫和无助，表情冷漠，说不出话，只是坚决地拉太郎跳了一曲。太郎说他不会跳，而岛哥虽然一开始说同样的话，却第一个跳了起来。没有步伐，没有节奏，只有真挚的祝福和快乐。很快，梨子带着孩子来了，他还没回过神，三只和岛哥已经开始祝福他们了。尽管太郎还没求婚，但梨子狂饮，仿佛这就是他的答应。寂静的夜里，偶有猫叫，默默同饮是心底的祝福。他们一直喝到天亮，阳光映在散乱的啤酒瓶上。太郎的房间里多了2个人，有点乱但很温馨。名字在整理啤酒罐。零食屋永远充满小确幸，可今天有些不同。对太郎而言，今天的环境仿佛一新。他跟梨子结婚了，过年夜的欢乐与以往不同，他们都需要调整心态，重新启程。邮差带来了2封信，岛哥从北海道寄来了一张贺卡，他和前妻复合了，大家都觉得挺好。但另一封信却是法院的传票，他们好像被告了。原本温馨的家突然面临诉讼，都因为一只狸花猫刮坏了奔驰车的引擎盖，索赔高达110万日元。太郎对此不以为然，因为被告居然是他已故的爷爷。其次，
那只狸花猫并不属于他们家，可能是附近的流浪猫，他自己跑到他们家偷吃的。这整件事其实是个误会。这时候原告打来电话，他似乎得知了被告已经去世，于是询问太郎应该告谁。刚开始太郎还很客气，认为大家都是邻居，面对面好好说话即可，不用总是通过法院来传话。但对方仿佛置若罔闻，不停地问太郎该告谁。这真的把太郎激怒了。那我该告谁呢？樱井太郎这个笨蛋。虽然这真是个荒唐的意外，但大家还是挺担心会出问题。三只好久不见，过来重聚旧情。他最近正在写一个关于法庭的剧本，我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于是我们一起咨询了律师。单是1个小时的谈话费用就是1万日元，如果要委托他们的话需要20万。太郎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还好这位律师很有职业道德。他表示那份起诉书只是对方误会所致，建议可以自行辩护，即便对手找了律师，赢的机会也很大。听了专业人士的解释后，太郎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开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，对方和太郎一样没找律师，关键在于这猫到底归不归太郎。原告说猫在太郎家后门吃过饭，就认为猫是他家的。太郎解释自家也有猫，门口的猫食是被邻家的狸花猫偷吃的。双方都没直接证据，法官因此难以判决。他们都没找辩护律师，真麻烦，只能再拖一段时间了。傍晚时分，春马好像想和梨子说点什么，但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开口。奶奶估计觉得家里多了2人有些挤，太郎笑说肯定能找到办法。他现在在一家西餐厅打工。第2次开庭到了，原告现在出示了新证据，说那猫是太郎家的。太郎本来没在意这件事，但看到作为证据的照片后，他惊呆了。因为照片显示春马正和一只流浪猫玩耍。比太郎更震惊的是梨子，如果他们还没结婚，春马就只是朋友的孩子，但现在春马是他无法割舍的继子，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。梨子回到家后气得没法平静，对着春马狠狠地斥责。尽管他心里明白不能怪春马，他急需发泄。春马默默忍受训斥，不敢回嘴，最终由太郎来劝解他们。担心的奶奶坐在门口窃听对话，他觉得无谓的官司撕扯家人，这实在太不值了，建议太郎还是赔了款算了。太郎回答说家里没那么多钱，110万日元不是小数目，这超过零食店2年的营业额。奶奶对这事早有打算，她想把房子卖掉，太郎肯定会反对，这房子对他俩太重要了，所以他才一直在努力保护他。但奶奶已经决定了，不只是因为官司，她也需要些钱。实际上奶奶已经悄悄去过养老院了，她不愿拖累太郎，尤其是他们已经有家室，只有自己离开，太郎才能真的成熟起来。遭遇不测，家也没了，亲人即将离开，一刻间太郎感觉天都塌了。生活真苦，好不容易成了家，勉强算得上一个家庭，却因为一只流浪猫被诉至法庭。多年的老房为了还债不得不卖，为了不增加孙子负担，奶奶没商量就去了养老院，想让他早日成熟独立。面对名字的决心，太郎感到万分难过，却也无能为力，怪自己不够努力。他誓言等掌握技术后开自家店，换上更大的房子，再把奶奶接回来。第2天一大早，养老院的车来接名字。临走时太郎突然舍不得，劝名字算了吧，一家人聚在一起总能想办法。名字没做回答，为了能多待会儿，太郎亲自送他过去。生活真让人无奈，非常感谢你。家没了，太郎和梨子租了个2室1厅。到了晚上，他轻抚床面，这是他头一次睡床上，没有榻榻米的亲切感，感觉非常生疏。幸好梨子在他身边，生活还能继续。见面地点从小院改成了咖啡馆，2人坐在这儿都感觉不太自在。尽管点的饮料和甜点挺好吃，但还是不如小零食暖心。日子悠悠的流逝，一天接着一天。在西班牙餐厅打工的太郎进步神速，做的菜连主厨都说他前世可能是西班牙人。几年的努力后，太郎开了自己的餐馆，发型也变得精神了，看起来像个成功人士。因为刚开业，所以忙得不可开交。春马已经长大，梨子在做奶奶名字传授的米糠腌菜。太郎一回家就急着看三只导演的电视剧，虽然只赶上了结尾的字幕，但看到三只的名字还是特别开心。太郎现在对这张床很适应了。梨子提醒他应该抽空去看看奶奶，都半年没看望过了，但是忙到糊涂的太郎总是说没时间。那天店里来了大编剧三只和一位著名女演员，感觉时间好像静止了。如今大家都不再是过去的混子了，
正在吃饭的时候，三只醉酒后大声叫着太郎的名字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喝多了。三只很清醒，他严肃地问太郎多久没看望奶奶了。太郎没吱声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这是三只预料之中的，人们往往会慢慢忘掉曾视为重要的事，以前看得那么明白。三只那双泛红的眼睛像把锋利的刀子，深深刺进太郎的心里。到了第二天，李子接了养老院的来电，电话中提到奶奶身体大不如前，他把这情况告诉了太郎，叫他赶紧准备去看奶奶。但太郎迟疑了，我今天有安排，得去店里，有个重要的会。李子没吭声，他在等太郎决定。太郎一说完这话，不知不觉中眼眶已经湿了，他摘下领带，放松了自己。李子坐在旁边安抚他，他明白太郎肯定会去。一路上，太郎不停地骂自己傻瓜，嘴里重复着道歉的话。他想起了和奶奶在零食店的时光，那天阳光悠然闲适，暖意刚刚好，两人默默坐着等小学放学。那会儿口袋空空，能看出来的有点萧条，但那些日子特别快乐，每一口呼吸都是生活的味道。